定定为农系海，河坝附东道嘅台办，推广水上法统动有条件。我禁止东道嘅眼睛，公部门对水被开放东部署没有东道嘅限制。为到为民众实在搞水安全有用处，台办开放水被点名，接盼水上强硬法统。希望政府听听开放水备。前日参今年还起到台北太湖公园抗议，这下都听定记者强硬法到景点，叫下来了解今年嘅诉求。开放大湖，水利检；开放大湖，水利检；玩水无罪，水利检。天时暗寒，台湾开放水域联盟部分的成员来到太湖公园，台上很口号，希望政府可以开放下那岛的水域。今天太早了，不然把小朋友带来了。我们抗议最大目的是希望开放大湖公园，可以让我们民众来划船，因为我们大湖公园呢是台北市内最平静安全的一个湖泊，然后我觉得应该开放我们民众可以来划船。那目前我们大湖公园管理单位是所谓的台北市路灯公园管理处，他的说法，这个大湖公园呢属于什么？有什么生态的原因啊，不怎么划船，或者是什么一个防灾公园，所以不准划船，其实理由都很荒谬。按多年来，开放水域联盟因大帮澄清无就系抗议，希望政府可以开放下那岛的水域，本民众来做爬山的一地位水防的法统。台北市的公园管理里面第2条虽然是有说禁止事项，包含这个划船、钓鱼等等的，但是呢，它其实是可以另外规划开放的，包括这个钓鱼区、大湖公园这边都有竖牌子了。我们也建议市府能够开放另外一区水上活动专区，能够让市民来从事健康的休闲活动。开放大湖公园，开放大湖公园，开放大湖公园，水利检。就算现场有保全人员停黑黑，开放水域联盟的成员还是因行因台上的喊口号表达诉求，去到太湖公园的拱桥大厦，准备要下到水道度爬山呢。这个锦带桥设计是个拱形的桥，其实自古而来，桥设计成拱形，目的就是为了船只穿越，这是它最原始的设计目的。然后，当然我们当初在大湖公园做锦带桥的时候，它有没有将这完全列入它设计规划呢？坦白讲不可考。但这种拱形就是为了船只能够航运过去。开放大湖，水利检员。开放大湖，水利检员。开放大湖，水利检员。等一下口号我们再找好不好？欢喜的睇平清的湖面上爬山呢，开放水域联盟讲，今年单枪是上爱有一个合法的水域，可以来做水防的法通点，唔免嘛嘅一定法嘅犯人，早期下摆本人攻击，很久无就系开发单。我们在大湖公园抗议过很多次，然后曾经发生过几次我们跟官方的冲突，我们公园路灯管理处驻卫警直接来抢夺我们划船，然后有的呢，他会去阻挡我们下船，他只会找当地的派出所的员警配合驻卫警阻挡我们下船，或者我们上船，我们上岸的时候，他们也会企图来逮捕我们。你再讲咱啊，伫台北市当放片的位数，交通当放片，顺德石油捷运站就在下水咧。结果我哋到遐位准备交水，某一站码头就在下水。交水还未被警察6人协商开罚单，我感觉
当唔合理啦。因为台土是地袂拄就按好来公然，两只自然当浪费。强龙的推翻啦，故乡市的爱河，去顺条只有告示牌，扫描一下 QR code 登记治疗，一直对下水搞嘞，因为推背总的。然后不管我喊什么，大家就喊水域检疫，好不好？好。就在水域开放联盟的4年上岸，准备结束发通的时节。对发通一开始就点的停在抗议部队顺后，昨天支付的保全人员突然讲话。我们还是要讲一下，因为按照公园法里面的话，其实你们是违规的行为。那照理讲，我们应该是要向你们拿取身份证明来开采法。我们有申请我们有合法申请。对啊，就是申请啊，没有驳回也没有同意。安尼做法是引起朝廷副顺后生意提为一类先生的纠正，提出来3年水域开放联盟。公务人员没有那么好干呐、身份证明，宣读你要执行的法律，重来一遍吧，不然那个是不具效力的哦。我们并没有要做任何的行为。没有，那你怎么可以随便跟路人索取身份呢？你都没有出示你是谁，你还要跟人家要身份，这是一个很奇怪的事啊。其实政府相关单位为禁止在太湖公园做水洪的发通，未系好意的，就惊啊爬山呢会影响到生态环境，没考虑到民众的安全。我们看看大湖公园有生态可言吗？它里面的鱼几乎90%都是外来种的鱼。这边的水鸟其实根本也不怕人。我们这公园每天有多少的观光客来这边玩、运动，甚至唱卡拉 OK， 也没有影响到这些鸟。那为什么我们划船过水无痕，没有任何噪音、没有任何污染的划船行为会影响到这些鸟儿？任何户外活动都有风险，风险应该由民众自己来担当。我们不是阿保国家，民众不会将责任，也不该将责任推给国家。也把发通虽然同相关单位有吵事，水域开放联盟讲，也把抗议喺被师傅反映最贫富的一败。今日希望政府可以用正向开放的态度来面对水域开放的议题，规划来实友善的水环境，将清水溪还民众。